哈喽啊，各位骚棒！今天咱们来看一部能把人 CPU 都干烧的逆天神剧。开局就是点中点的重生文学，我直接好家伙！女主吉布森家的大小姐，上一世全家被奸人所害，以通敌叛国的罪名满门抄斩，那叫一个惨。结果呢，眼睛一闭一睁，重生了。不光重生，还附赠一个外网文顶配的金手指神秘师傅。这位师傅不仅治好了他多年的顽疾，还传了他一身武艺。顺便附送了一堆师傅特制小道具，我的妈，这不就是满级大佬开小号重回新手村吗？这不，咱们的女主就带着她的新手大礼包，开启了复仇第一战。她今晚的目标是潜入上一世的苦主之一纳西帮帮主菲利克斯的房间，偷走那封即将用来诬陷他爹的伪造信件。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女主上来就开大，点燃了师傅特制版绝情香。据说这玩意儿，甭管是傻子猛男，闻一下就得变身泰迪。果不其然，喝得醉醺醺的帮主一进来，立马就中了 debuff， 开始神志不清。女主趁机一顿翻箱倒柜，嘿，还真就给他找到了那封关键信件。看到这，我心想，到目前为止也没什么太出格的操作嘛，就是有点太顺利了。然而，我还是太年轻了。就在女主准备跑路的时候，男主咱们的倒霉蛋侯爷奥斯汀突然闪现进场。好家伙，他也是来查这个纳西帮的，结果一头撞进了女主的绝情香法阵里，成了个无辜的经验宝宝。我寻思这下要坏事，结果女主接下来的操作直接震撼我一整年。她一看侯爷也被熏上头了，灵机一动，决定开始他的表演。她也假装自己中了招，一边喊着好热啊，一边开始宽衣解带。我特么也惊呆了，这临场反应，这神级演技，强烈建议纳入北影教材，堪称身临其境。侯爷也是个钢铁直男，看着眼前这出50度灰真人版，直接就绷不住了。女主一边演一边寻思着怎么放倒这个程咬金。她趁侯爷不备，掏出涂了顺导药的发簪，对着他就是一顿输出。但侯爷毕竟是侯爷，血条厚着呢，硬是扛住了女主的致命空大，还反手锁住了她的脖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外面传来了侯爷手下的声音。女主一看不能再拖了，直接把发簪捅进了侯爷的身体里，侯爷这才应声倒地。临走前，女主还非常贴心的给他和他旁边的纳西帮帮主盖上了同一条被子。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主打一个雨露均沾，他真的我哭死。镜头一转，来到第二天，侯爷的手下冲进来一看，我的妈，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自家侯爷衣衫不整，面色潮红，身边还躺着一个大男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可描述的香味。手下当时就阴谋了，脑子里估计已经上演了一出10万字的爱恨情仇大戏。小伙伴们可以把侯爷实惨打在弹幕上。侯爷醒来后，听完手下支支吾吾的汇报，脸都绿了。尤其是当手下重点描绘他欲求不满的睡姿时，他的表情仿佛在说：你如果不想要舌头了，我可以帮你割掉。一番鸡同鸭讲之后，侯爷终于搞明白了，他昨晚要找的证据被一个神秘女人捷足先登了，而他手上唯一的线索就是那根发簪和一幅他凭记忆画下来的只有眼睛的通缉令。另一边，女主已经成功和丫鬟会合，恢复了她风一吹就倒的病弱千金人设。不得不说，这变脸速度比翻书还快，属实是专业的。第二天，她坐着自家将军府的马车准备回城，半路上还遇到了特地来接她的宝贝弟弟艾伦。姐弟俩正搁那儿上演兄妹情深呢，突然马车被一队人马拦了下来。女主掀开帘子一看，我直接一个地铁老人手机，带头的不是别人，正是昨晚被他一簪子放倒的倒霉蛋侯爷。好家伙，这不就是大型社死现场吗？侯爷说是在奉命抓捕逃犯，要盘查所有马车，这哪是抓逃犯啊，这分明就是古代版查酒驾，而且还是精准点名。艾伦想拿将军府的名头压人，可侯爷根本不吃这一套，非要车里的人下来接受检查。女主没办法，只能扶着弟弟，装出一副病得快要升天的样子，慢悠悠地下了车。侯爷盯着他看，总觉得这双眼睛有点熟悉，但气质又完全对不上。昨晚那个女贼，眼神狡黠的像个狐狸，眼前这位吉布森小姐，美则美矣，但眼神空洞，一副随时要嘎了的样子。就在侯爷自我怀疑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最关键的一点，那个女贼的脖子上被他的刀划出了一道伤口。于是，在一片死寂中，侯爷缓缓抬起手，朝着女主的衣领伸了过去。
他要亲自验证这个弱不禁风的病美人到底是不是昨晚那个把他耍得团团转的下头女。我的妈，这剧情也太吓人了！女主这波是真要绷不住了。